一加的每一款产品都上过友商的发布会，被反复的作为标杆来进行对比。他们的售价好像以前是290，今天突然降了100，是吧？想狙击我们多降点嘛，对吧？降个100啊。东方屏的亮度做到了4500尼特，没有任何技术难度，烧屏。VC 的面积达到了万级的9140平方毫米啊，没技术啊，没技术。VC 的面积越大，散热的能力一定越强，那么这是物理规律决定的啊。VC 的面积越大，越说明这家公司没技术。有些厂商呢，经常不太敢客观的去比较产品力，而是特别的喜欢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一加进行指指点点。有一个友商一直躲在我们后面发布，是吧？4299，4299元，3298元。这他妈的绝对是捣乱的，是吧？今年的终端机市场可以说是非常热闹，尤其是一加和红米，从年初打到了年末啊。比如说最近的一加12 K70系列，全程火药味十足啊。不过，正当这两家打得火热时，真我 GT5 Pro 啊，直接在价格上来了一次降维打击。首发呢是3298元，比 K70 Pro 啊还便宜1块钱。有骁龙8进3，有 MX 8 9.3倍潜望长焦，有 1.5K 屏，甚至呢还有50瓦无线充电和 USB 3.0。光看这规格，破门 K70 Pro 的同时，甚至还背刺了一加12。那么实际体验到底如何呢？GT5 Pro 预热的时候，大家普遍感受就是这个机子和华为 Mate 50 Pro 长得很像，真机来看呢，确实比较神似啊。你看这闪光灯位置就比较灵性，4颗摄像头对称排列，但是呢都在镜头盖板下面，没有像 Mate 50 Pro 那样做独立镜圈。当然，如果把一加12、GT5 Pro、Find X6 Pro 这3台机子放在一起，设计上来说 ，GT5 Pro 反而更像是黑厂的亲儿子。比如说摄像头周围这一圈刻度纹理，整个摄像头凸起呢是基于一个斜切面。手指触碰到摄像头 decal 时，刚好在这个坡度上，不会明显割手。这些呢都和 Find X6 Pro 比较类似。那问题来了 ，K70 Pro、一加12、GT5 Pro 这3台机子外观设计你会怎么排序呢？GT5 Pro 黑色玻璃板质感不错，后盖呢基本是不沾指纹，白色素皮板纹理呢是比较粗犷的荔枝纹，略显廉价。而且这个不对称的 logo 啊，看着是比较强迫症。黑色呢相对不那么显眼，素皮板的优势是会轻几克，平时裸机用的话摩擦力呢也会更大，不像黑色玻璃板有些滑手。正面呢是双曲面设计，下巴宽度控制不错，比一加12 K70 Pro 呢都更窄些。但是屏幕的2角和机身2角呢并不统一啊，机身厚度呢在 9.3毫米左右，整机来说还是略偏厚重了。当然因为屏幕尺寸差异，机身横向宽度在75毫米左右，没有像一加12那么撑手。所以满分10分，你会给 GT5 Pro 的外观设计打几分呢？可以走一波弹幕。在今年的手机发布会上，屏幕亮度可以说是最卷的一个参数啊。我们买到了2台 GT5 Pro， 实测6个区块，平均分值亮度呢分别是1652尼特、1588尼特，高低亮度差呢为28尼特和39尼特，全屏分值亮度和亮度一致性表现呢都相当不错。默认手动最高呢是611尼特，开启增大亮度范围之后，手动可以达到1013尼特，并且 GT5 Pro 这个手动高亮度啊，不像 K70 系列那样会和自动亮度冲突。激发亮度阈值设定也很开放，2万 lux 呢是844尼特，5万 lux 呢是1204尼特，明显强于一加12。但说实话，这个机子默认给到的生动模式色彩观感是不太行，覆盖153.1%的 sRGB 色域和99.9%的 P3 色域，平均色温呢是7375K， 平均 Delta E 呢来到了 5.3， 没有做 sRGB 色域限缩，整体观感呢是太艳了。桌面图标显示过饱和，没有做精准校色。自然模式下，平均色准呢是 1.3， 平均色温呢是6200K 左右，覆盖96.3%的 sRGB 色域，71%的 P3 色域，色域覆盖稍弱些，但是色准表现不错。日常使用的话，建议还是在这个模式下使用。就是这个可视角度方面啊，我们手上这2台机子差异挺大。黑色这台偏转30度左右，屏幕呢会轻微泛红啊，但是不明显。白色这台啊，正常视角下左右两侧呢就会有一些泛红了，倾斜30度左右，局部呢会出现明显泛红。大角度下，2台机子亮度衰减呢都比较明显。默认70尼特以上呢是360赫兹高占空比 PWM， 开启单脉冲调光模式之后，中高亮度可以实现类似调光。70尼特以下呢是2160赫兹的 PWM 调光。高刷自定义功能里有4档可选，最高呢是144赫兹，但如果开到144赫兹，单脉冲类 DC 呢就无法启用了，所以说这个144赫兹的意义呢就不大。总的来说啊 ，GT5 Pro 这块屏幕默认给到的设定就是一个偏科生，分值亮度和亮度一致性表现呢出色，但是色彩表现太过浓艳，建议手动调到自然模式使用。日
日常的 CPU 调度策略和一加12呢基本是一致，可以参考我们上期视频。随机搭载是 Realme UI 5.0， 日常使用流畅度呢还不错。缺点嘛，基本和我们上期评测的一加12类似，功能层面相比13提升有限。比如说没有应用跳转提醒，随手触碰广告呢会自动跳转到其他应用，不支持息屏指纹解锁解锁时呢需要等指纹图标亮起。小横条切换多任务后，退出动画轨迹呢并不是当前应用，而是之前的应用。不过B 站同样是手动120赫兹的情况下 ，GT5 Pro 并没有出现一加12上那种竖屏视频刷评论区变成60赫兹的问题。另外呢，在 Realme UI 上也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新功能比如说这个掌纹解锁。默认息屏状态下，手掌靠近屏幕，然后呢再慢慢往后移就可以完成解锁了。识别率呢其实还不错，但是呢有一定的学习成本比如说手要靠得比较近，再往后移，要不然是触发不了的。解锁效率方面也是明显不如人脸和指纹的。用掌纹进入之后呢，还能继续使用隔空手势来操控手机，除了上下左右滑动或者翻页，悬停手指呢还可以模拟点击操作。翻转手掌呢还可以回到桌面。能够想到的使用场景可能就是在洗菜做饭的时候，手呢刚好很油腻，临时用一下手掌解锁看一下消息。不过 GT5 Pro 这个隔空手势必须先通过掌纹解锁，或者说主动在控制中心打开开关之后才可以使用，并且3分钟内不使用手势的话，这个功能会自动关闭。实际日常用到的几率就比较低了，不像 Mate 60系列隔空手势可以随时调用。除了掌纹解锁，多应用媒体音量调节之类的功能也是 Realme UI 独有的 ，OPPO 和一加呢是没有的。但可能是没有100亿补贴的关系相对于一加12 ，Realme 默认的广告呢也会相对多些。游戏环节，王者荣耀高清120帧 ，GT5 Pro 呢全程满帧无压力，整机光呢是3.2瓦左右，和一加12 K70 Pro 几乎一致，最高温度呢是39度，原神平均帧率呢是58.7帧，整机光呢是5.3瓦左右。机身温度呢是44.8度，功耗控制不错，要比 K70 Pro 上的5.8瓦低不少。从帧率曲线来看，GT5 Pro 和一加12比较接近，帧率波动呢都要比 K70 Pro 更大些。游戏过程中主要是靠3颗高频 A720 加 X4 大核辅助配合，平均频率呢分别是 1.68GHz 加 1.14GHz 加 1.21GHz。不过在高负载游戏星铁里面 ，GT5 Pro 的表现呢就有些尴尬了，帧率全程在45帧到60帧之间频繁波动，并且游戏后期呢也是强制降到了150尼特。平均帧率呢是54.3帧，整机光呢是5.6瓦这个表现显然是不太符合8进3旗舰该有的水平查看 CPU 调度也能发现问题所在 ，X4 大核和2个中频 A720 都锁定在了 1.48GHz 和 1.29GHz， 偶尔呢会上跳一下，压力呢还是集中在3颗高频 A720 上面，但是频率上限呢又卡在了 2.13GHz， 遇到高负载场景 CPU 无法提频，帧率呢就会大幅下降这个调度策略显然是有问题的。打开极客性能面板 2.0， 可以手动控制 CPU、GPU 的频率，手动拉满之后CPU 依然是根据负载动态调频的只不过是解除了默认的频率上限控制。前面9分钟帧率明显更稳了基本是贴着60帧运行，这一段整机功耗呢是6.9瓦左右。不过9分钟之后触发温控，调度呢又变回了原来的策略，开始大幅波动，同时也伴随着亮度的降低。所以这个功能目前来看，只能说和散热倍加一起使用呢会有些效果。续航方面，在我们300尼特纯5G 数据流量模型下，最终亮屏续航成绩呢是7小时44分，登顶我们数据库中的第一，表现优秀。充电速度方面，对比一加12，同样是5400毫安时加100瓦会略慢些。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13.94瓦时，27分钟可以充至100%。影像方面 ，GT5 Pro 除了超广角 IMX35 略显凑数之外主摄呢是一加12同款的 LYT808。光圈 f1.69， 长焦是Find X6 Pro 同款的 IMX890 3倍潜望，主摄在很多场景下的成像表现和一加12比较接近比如说室内广场或者说常规城市夜景。如果说不标记型号好像很难分出具体是哪个机型拍的。问题不足呢也和一加12比较类似就是部分场景的曝光对比看起来比较阴郁。不过在室外场景 ，GT5 Pro 整体的曝光相对于一加12呢会更正常些。夜景环节这几台机子大多数场景下都 OK， 自动夜景算法呢都会积极参与运算。但是结合不同拍摄的场景 ，GT5 Pro 出现算法翻车的几率相对少些。比如说这组 K70 Pro 灯箱拍成了浅蓝色，而到了这组 K70 Pro 的灯箱字体呢偏紫，一加12则是下面的粉色灯箱有些过曝 ，GT5 Pro 表现呢相对更稳。主摄的2倍裁切效果上，一加12和 GT5 Pro 表现呢都一般，放大看文字都会有一些 AI 猜细节导致的歪歪扭扭。对比 K70 Pro 2倍长焦存在一些差距，不过这可能也是 K70 Pro 拍照上相对这2台的唯一优势
到了3倍模式 ，GT5 Pro 和1加12都切换到了潜望长焦，画质和细节基本就是碾压 K70 Pro 的小底2倍裁切了。解析力上来说呢 ，GT5 Pro 是不如1加12的 OV64B 的。一方面呢是这颗3倍 IMX890潜望长焦是从2.7倍裁上来的。另外呢，就是 OV64B 传感器的高像素天生利于数码边角的裁切效果，所以就一颗潜望长焦的情况下，我会更倾向于新一代 OV64B。光圈提升之后，晚上可以正常调用，同时也兼顾了高倍率的变焦画质。超广角方面，1加12呢略好于 GT5 Pro， 两者呢都要强于 K70 Pro。综合来说啊 ，GT5 Pro 的相机在这个价位上其实没啥对手。对比1加12，长焦解析力上有差距，但部分场景的色彩曝光反而要更加正常一些。至于 K70 Pro 的相机，主摄呢大差不差，但是长焦基本就和 Pro 没啥关系了。综合来说是3款机子里最弱的。外围规格方面 ，GT5 Pro 保留了一部分熟悉的配方比如说短焦指纹、0809马达，实际指纹解锁比较靠下，基本需要够一下，加上不支持息屏解锁，用着呢挺难受。优势呢是这一次还加入了50瓦无线充电以及 USB 3.0， 这两个可以说是往年这个价位机型的稀缺配置。当然，全功能 NFC、红外、双扬这些都有。扬声器测试呢在视频结尾。OK， 那么简单小结播，5400毫安时电池加 1.5K 屏加8进3加100瓦快充，日常的快充续航体验出色，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重度用户的续航焦虑。目前存在的2个不足问题是屏幕品控一致性和重度游戏调度呢弱了些。比如说我们手上这2台，一台还好，一台呢轻微翻转就会明显偏红。高负载游戏星铁调度呢有问题，完全不是正常8进3机型该有的表现。但是3倍潜望长焦放在3298元价位上，绝对是一个优势卖点。虽然说高倍率变焦不如1加的 OV64B， 但是杀同价位的小底2倍、3倍就太轻松了。同时呢，还有50瓦无线充电 USB 3.0， 所以如果你的预算是3000到3500左右，能够接受这个厚度重量那么 GT5 Pro 就是目前这个价位上产品力最强的机型了。综合表现确实要比 K70 Pro 更强。对比1加12，主要差异呢在屏幕、马达、超薄屏下这3点上面。但是5星上将麦克阿瑟曾经说过，不是1加12买不起，而是 GT5 Pro 更有性价比。毕竟这2台机子同容量价格呢相差了1000元。从我个人角度来说GT5 Pro 比较遗憾的一点呢，就是没有继续沿用当年 GT2 Pro 的直屏设计。毕竟直屏好，贴膜立好游戏档，没有大塑料支架，质感呢也不会差。当然，如果按照今年 GT5 Pro 这个厚度，如果做成直屏的话，手感呢应该会糟糕不少，算是一个取舍吧。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买这个机子给家里父母使用的话，那么还是得考虑一下真我线下无法和 OPPO 共享售后的问题。实际的售后网点相对来说比较少。目前官网售价呢已经是回到了3399元，不知道后续还会不会调整。没有抢到首发的小伙伴也可以再等等看。OK， 那么以上就是真我 GT5 Pro 的全面评测。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同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罗更多优质壳膜。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